葡萄牙是欧洲最早的海上霸权国家之一，但它并未一直保持下去。在1850年，因为皇室姻亲继承关系，曾经被西班牙侵占，到了1640年才摆脱控制。在此期间，葡萄牙的殖民地被英国、荷兰攻击。再往后，英法争霸，葡萄牙真正没落。现在的葡萄牙在国际舞台上也没有什么存在感，除了足球啊。今天的视频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葡萄牙的陆军部队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。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。葡萄牙陆军和我们之前讲过的爱尔兰陆军一样，是该国武装部队最大的一个分支。葡萄牙陆军和葡萄牙一样，从霸权过去之后就没有能拿得出来的成绩。成立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139年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陆军部队之一，在建国时就已经建立了。近些年，葡萄牙陆军参与的多是维和行动，中东、非洲各地区都有他们的身影。总统为军队最高统帅，陆军最高指挥官是总参谋长路易斯·阿劳诺上将。在1990年之前，葡萄牙陆军的士兵多是义务兵。在1990年代中期，义务兵人员开始减少，志愿兵增大。时间来到2004年，葡萄牙已经彻底把部队变成了志愿服役部队。在12世纪早期，葡萄牙为了摆脱西班牙而寻求独立，所以成立了葡萄牙陆军。陆军在葡萄牙独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时间来到15世纪，葡萄牙进入全盛时期，在世界上肆意航行，看谁不爽就打谁。在非洲、亚洲、美洲拥有大量的殖民地，也是葡萄牙语成为拉丁美洲不少国家官方语言的重要原因之一。葡萄牙陆军在这些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，但在其他国家取得海上霸权之后，葡萄牙的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了。之后还被西班牙侵占。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打败了英国支持的安东尼奥，在1589年控制了葡萄牙。腓力二世及其后代的压迫统治让葡萄牙人非常难受。在1640年，葡萄牙在国内重要城市举行暴动，西班牙害怕事件扩大，将葡萄牙贵族和军队迁往马德里。不过，葡萄牙贵族们把西班牙总督反制，葡萄牙复国，陆军再次帮助葡萄牙复国。在1807年，葡萄牙陆军重组后的陆军把重点放在了本土作战上，毕竟周遭的形势太危险了。英法争霸哪还轮得到葡萄牙出来搅动风云？在葡萄牙陆军重组的同一年，法国入侵了葡萄牙。在次年，葡萄牙的王室贵族逃到巴西，陆军参加了南美的战争。在1820年之后，葡萄牙陆军参加了国内的解放战争。在一战的时候，葡萄牙陆军帮助盟国。葡军和德军总共交战17次，其中只有6次和德军军队交上火，总共阵亡9人。看得出来，葡萄牙只是象征性的蹭不进去。后来的二战，葡萄牙也是象征性参战，以保证自己安全为主，派了不少分遣队到海外殖民地防卫。安东尼奥·德·奥利维拉·萨拉查，他统治葡萄牙长达36年。二战的时候呢，是著名的脚踩2只船。葡萄牙的情况可以说，从海上霸权过去之后，他就一直没有好过，到处被人讨债。比如1961年的果阿对于印度就像澳门对于我们来说一样。1947年英国撤离印度，葡萄牙人依然不走，拒绝撤离。那个时候的印度能把自己管过来都是好的了，哪还有心情管果阿的葡萄牙人？后来印度腰杆硬了起来，多次交涉。葡萄牙说什么果阿是合法获得的，那就是葡萄牙国土的一部分。在他们成为葡萄牙国土的时候，你们印度共和国还没有我们果阿存在的时间长，所以果阿问题没得谈。后来葡萄牙又修改宪法，把果阿改成了海外省，更加的理直气壮了。这是变着法子欺负老实人呐。后来葡萄牙还把在里斯本的印度使团赶了出去。葡萄牙之后继续在果阿搞事儿。有次有5000多名志愿者试图进入果阿，葡萄牙殖民当局出动军警阻拦，21人被打死，上千人被逮捕，这激怒了印度民众。不过他们的热情被尼赫鲁浇灭了。他还拿澳门给民众举例子，说中国没有因为澳门还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变得焦躁，中国的军事实力并不弱，如果他们选择武力解决，岂不是简简单单？尼赫鲁的大道理，印度民众未必听得进去，逼得政府禁止葡萄牙人进入印度。果阿禁运，火车停开，印葡两国的领事馆在1955年关闭。葡萄牙这么勇，一是为了统治者的面子，如果果阿还回去的话，其他海外殖民地就会引起连锁反应。在进入到60年代后，国际风云突变，美国明确表示希望和平解决问题，谁都不会帮。
苏联明确表示支持印度，尼赫鲁也在国际舞台上造势，不像阿根廷那样拐弯抹角，他很明确地告诉全世界，我要收回果阿。后来美国看苏联和印度越来越好，不愿意失去印度，也开始示好。这下好了，两个老大支持印度一个。在1961年11月，在安吉蒂乌岛的葡萄牙军队向印度客船开火，造成平民伤亡，这让印度逮到了机会，先是在联合国谴责葡萄牙暴行，让舆论站在自己一方，再调集3军向果阿准备，抄起家伙就开干了，发动陆海空3军开进果阿。当时的尼赫鲁已经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肯尼迪给他写信，劝他少用武力。联合国秘书长给葡印双方写信，让他俩都消消气儿。但是尼赫鲁决心已定，不打不成。在1961年12月18号，印度行动，3万人打葡萄牙在果阿的3000人，轻松解决战斗。果阿事件后，葡萄牙陆军更加频繁地被派出去执行任务。随着海外殖民地的流失，葡萄牙一直在削减军队和开支。葡萄牙陆军最近的一次重组是在2014年12月，分为5个军区，分别是里斯本、北部、中部、南部、亚速尔军区，可以分为作战部队和固定单位。固定单位主要是军队建设、训练和后勤支援，作战单位包括步兵、骑兵、炮兵、工兵、守备部队和特种部队、陆航部队等。下面我们主要来讲讲它的特种部队。葡萄牙陆军的特种部队包括了快速反应旅、干预旅等单位。快速反应旅的成立可以追溯到1993年，在2006年之前叫做独立航空旅，下属分队有伞降、突击、特种作战队员，可以通过陆海空装备快速部署。不过后来因为葡萄牙持续削减陆军军费，快反旅失去了自行空中快速部署的能力，只能和空军联合行动。1993年，葡萄牙空军的空降部队被解散，重新编入到陆军旗下，这就是我们上面说的独立空降旅。除了空军以外，其他兵种具有空降能力的部队也加入到其中。陆军高层为了这支新成立的队伍，装备了不少重型火力，提高其作战能力。空降旅在成立后执行的多为国际任务，不过这些都属于多他一个不多，少他一个不少的。在06年重组更名为快速反应旅后，规模进一步扩大。快速反应旅的各个单位都分散在葡萄牙陆军的各个单位里边，包括陆军轻型航空部队下的指挥和服务连，陆军第3骑兵团下属的侦察中队，陆军航空部队的直升机集团和工兵团等等。干预旅也是在2006年成立的，干预旅的人员也是在各个分队中分开的。那么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